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，兄弟们。那么今天又发生了个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就长话短说。早上有一家远房亲戚过来串门，然后呢，饭吃了，我碗也洗完了，我坐在那个沙发上准备玩下明日方舟的时候呢，年长的那一位看见了我在玩手机，就说了一句：“哎，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啊，一天天就只会抱着手机玩啊！你看这个游戏害死了中国多少青少年？你看这个游戏，它就只能被称之为电子鸦片。”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回他，但是真的逼养的给我气笑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说了一句：“是，你说的都有道理，我不玩了，我陪你们聊天，好吧？”好在呢是过了一会儿人走了，有事儿回家了。但是事后我想了一下这个事情，真的关于游戏手机害死了多少中国年轻人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老生常谈了，好吧？但是这个想法呢是错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就问你们个问题，你们同样也可以把这个问题问给你们那些同样在反游戏、反手机的家长们，你可以问他们说，为什么游戏在中国只能被称之为电子鸦片，而在国外能被称之为第9艺术？为什么手机只在中国害死了青少年，而没在国外害死任何的青少年？为什么呢？然后这个事情又可以联系起我前几年的一个经历来说，就是几年前嘛，我一次去我一个表姐家玩这个 PS4。然后我那个表姐呢，属于是刚从美国回来比较的牛。然后呢，她看着我爱玩这个 PS4呢，就跟我的家人们聊天的时候呢，就提了一嘴说：“哎，你看这个 PS4嘛，对吧？我在那边的同学呢，基本上属于是人手一台了就跟个家具一样的，就放在电视旁边呢，想玩就直接开，对吧？而且爸妈也会陪着玩。”真的，听见这个话的时候，我惊呆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此，我们又能联想到一个非常深思的问题，就是难道在中国家长的口中，这种 Switch、Xbox、PS4、PS5 这种东西，难道不是更害人吗？难道不是比手机害人10000倍吗？那这上面还有各种游戏，什么18+的，对吧？血腥暴力的，难道这种东西不是更是害死孩子吗？那为什么人家家里面玩着 Xbox、玩着 PS、玩着 Switch， 甚至爸妈陪着一起玩，人家还能考上名牌大学？难道不是因为你的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吗？你不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个事情吗？难道？说实话了，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，如果我真的要来细细的分析一下呢，少说要40-50分钟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不会想来看这个40-50分钟的视频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也不做。评论区留给你们自由发挥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评价这种事情了，交给你们来评价了，好吧？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